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今天怎么会在这里呢？哈哈，好害羞哦。等一下，不知道大家的梦想是什么？但我从以前到现在的梦想就是想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所以我去考了空姐。当空姐应该可以赚很多钱吧，就可以买房子了。但是我当了6年的空服员之后，我发现我还是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没关系，你们应该也跟我一样都买不起吧？那我们就用看的，反正看也不用钱嘛。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最近在土城买了一个房子，刚装潢好，所以我想说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他的新房子，怎么样？可以吧？不用钱哦。那我们就 Let's go。我今天特别嗨，因为我今天有吃早餐。我们这边请带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已经装潢好的房子，你看好漂亮哦。它从门就很漂亮，我家的门是那种铁卷门。哇，好漂亮的地方。那我们一进来呢，就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玄关灯在这边。屋主它全部都是用智慧的灯，一进来感应到它就会自动亮起来，所以你回家就不用担心好黑哦，一直找不到灯在哪里。那这边的房子呢是3房2厅2卫厨房，他们家是一家4口，爸爸妈妈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住在这个3房的房子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玄关处的地板也做得非常的有巧思，这个是仿欧洲碎石子路的花砖，欧式风格，下面做一个小空间，我可以把我们室内拖或者室外拖放在里面。那鞋柜呢放在这里，在鞋柜的最下方做一个透气的孔，好聪明哦，这样子鞋子就不会容易有异味。我觉得这整面玄关都做得非常的可爱，而且一般的柜子啊不是都同一个花纹吗？结果它竟然在这边做一个很像栅栏的这个，我一开始想说是装饰而已，它竟然是抽屉耶，很可爱。里面就可以放一些，比如说钥匙啊、口罩或者是湿纸巾之类的东西，就可以放在这边。而且大家应该都会出门或者回到家，衣服都是乱丢在沙发，但是他特地在这边帮你做了一个污衣区，它可以达到非常的开，将近180度，把这个衣杆拉开，就拿个衣架就可以挂上去。女生或男生应该都很需要吧，尤其是冬天啊，就穿那个大衣或是羽绒外套，回家就直接丢在沙发上。那有了这个东西呢，我们的衣服就可以收纳了。然后呢，要跟大家说，它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这个墙壁是可以滑动的。后面藏什么呢？是电箱。电箱在这个位置，想要把它隐藏起来，可是又想要利用这个空间，所以呢，设计师就选择了用这个滑动的墙壁门把电箱藏起来。所以它既可以收纳衣服，又可以当做一个可以使用电箱的区域。因为它如果做一个很死板的墙，那电箱就打不开了。它下面还可以放一个鞋子，它鞋柜很多而且它比较高，可以放一些靴子类的。这边。好香哦，还放一个香氛，这个很漂亮我一开始以为是大理石，可是设计师说大理石比较贵，所以呢，他们就帮他做一个瓷砖的面板，可是是大理石的纹路，而且它预算好像只有大理石的1/5，所以放在这边就已经很漂亮。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玄关？它这边也有放了一些小柜子，可以拿来放一些鞋子啊，或者是杂物之类的东西。而且我出门前还可以站在这边照一下镜子，看一下今天穿的衣服好不好看，然后甚至女生再自拍一下之后再出门，好棒哦！真好。往里面走，它在这边客厅呢放了很多个置物的空间，打开。那里面屋主已经有放一些他的杂物，中间其实还有做一个柜子，但它隐藏起来了，看给大家看。打开，这边又是另外一个收纳空间，不用担心东西没有地方放。然后因为像这个它是贴木皮，那他们另外呢又做了一个设计，把那个线条感全部都带上去，就让这个柜子都增加了很多的层次跟立体感。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些装饰的物品，这很适合放那个猫咪的饲料，然后或者是猫咪的饮水机，超可爱的，像很想让猫咪在这边吃东西。好可爱！那这边也做了一个收纳柜，客厅的收纳柜真的非常的多，可以放很多东西。那我们来到客厅，这个客厅超漂亮的，因为这个屋主呢还有装智慧管家，所以 Hey Siri， 帮我把窗帘打开。天哪，好智慧哦！你们看，它外面真的超级漂亮的。我不知道土城的房子原来有这么漂亮的景色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故意没有在客厅放一个小桌子，为什么？因为只要放小桌子，上面永远都会被塞满，那不如不要放。所以我觉得屋主真的非常的聪明，他只放了一个小茶几在旁边，可以放一些饮料啊，或者是手机。哎呀，怎么样？我看起来有没有像女主人？
你好，欢迎来到我家。这个沙发它其实可以调深度，它可以往前，那它就会变比较浅。所以有人想要坐着比较挺一点，可以把它往前调。那如果只是想要去在看电视，就把它往后，就可以卧靠在这个沙发上面。这样子假日根本就不会想出门啊，整天都待在家里享受自己的房贷就好了。而且这个沙发它做高椅脚的设计，一般像我家以前的沙发都是整个贴在地板上，可是就很容易有灰尘，所以它拉高大概在15公分左右，让扫地机器人可以进去打扫，超聪明的设计耶。像我们喝饮料很容易翻倒，这个沙发呢很特别，它是2层的防泼水，它做2层的话，你第1层不小心往下渗，你至少还有第2层。我们液体只要跑到沙发的内部，它很容易就发霉，使用的寿命就会减短。我喜欢这个沙发，这个就是沙发不会到太软，支撑度蛮好的。像它这边就是跟这个柜子有呼应，做都是线条的设计感。你们看，它用一个漂亮的镀金属面板，它不是金属，金属的材质做预算比较高。那我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呢，设计师帮屋主做了一个表面只是镀金属，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带出这个客厅的轻奢风。这是玫瑰金吧？我发现他们家很多圆弧的设计耶，这边还有刚才进门的左边呢，就有一个倒角圆弧的设计，右边也有一个圆弧倒角，很像家里就是一个温暖圆滑的存在，带着你回到什么都会包容你的家。整间房子的色调呢，都是以奶茶色为基底，带出温柔、静谧、优雅的感觉啊。当他们家小孩是很幸福的。再来，我发现这个屋主很重视听觉享受，他放了超级多音响，总共有4个。第一个是桑巴，那他就放了一个重低。我刚刚想说这个是不是猫咪喝水的什么机器，结果是音响。它这边电视后面有做把线隐藏起来的设计，可以让整个客厅的视觉看起来更干净简约。饭桌，回来啦，吃晚餐喽，饭煮好了，来吃哦。你看我今天煮了多大的一碗饭呢？因为他们家1家4口嘛，餐桌刚好是4个人的位置，非常的可爱。他们竟然在这边放一个插座，你们知道要干嘛吗？他们来煮火锅旁边可以放一些备料，好温馨哦。而且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那客厅。我们想要在这边看电视，可是我也觉得那个电视的角度有点太斜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电视了，吃饭，然后看电视，那这样呢就可以让整个客厅的距离变得很宽敞。而且像我们大部分可能吃饭、工作都会想要在餐桌上面，那又想要看电视或者是听音乐、看一些新闻我们在这边就可以随意的操作，非常便利。再来，他们还有做一个中岛的设计，我觉得也非常的聪明，有一些放装饰品或者是一些杯子的地方，它上面还点了灯条，灯一打开看起来更立体了。早上大家可能就是很忙，会急着出门，想说喝个咖啡或者是喝个鲜奶茶，我最爱鲜奶茶了，很重要。又不想进去厨房，因为厨房它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但在这边做烤吐司，做一些果汁倒牛奶。宝贝起床喽，叫儿子起床。在这边呢可以看到所有家庭的成员，还可以在这边快速的吃早餐。这边的视野往前看，就会是外面漂亮的风景，采光非常好，有一种早上起床很神清气爽的感觉。那在这边呢，设计师有做一些收纳的，这个是微波炉，这边有一个拉开的设计，它可能可以放电锅、烤箱或是烤吐司机之类的，做一些轻食，还有一些简单的抽屉的收纳，可以放一些锅碗瓢盆客人用的杯子这些的。那我们往厨房的方向走，这是很有名的长虹玻璃，据说很贵，打开看一下。其实厨房的采光非常的好，设计师想要把厨房的采光带进中岛跟客厅，所以他才做了这个透明的玻璃设计。哇，这个是很多新装潢的应该都会设计的，收纳空间可以非常的多，又非常的便利，放一些米意大利面或者零食、泡面等等的。那他们家用的是 Hitachi 的冰箱，跟我家一样它是这样双开的门。那很特别是它有一个制冰器在下面，冷冻跟蔬果冷藏。再往前，这边它放了一个气炸锅，好像很多人都必备的气炸锅。一样做一些收纳柜，还有你们知道把扫地机器人藏在哪里吗？在这里，扫地机器人的家。看一下灯，这个洗菜的时候想要洗干净一点，但是太暗，所以它做一个灯条的设计。那这个设计也很聪明他们可以把这个拉下来，然后清理这个水槽，真的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的必备神器。
我发现现在饮水机都做得很高级耶，现在连直接嵌入在洗手台里面的饮水机也可以做到3段的温度调节。那这个面板呢，它是连接的饮水机，它可以在上面操控你想要的温度，或者是 CC 数95度泡咖啡、红茶，我选择300，然后我按开水。你看，装水的时候就不用在那边一直按着等，你就可以很优雅的把杯子放着。好，你就先离开。因为其实我家有那个温水、热水饮水机，可是它体积很大，它就必须要占厨房的一个大空间。这个我觉得直接解决了空间的问题。我以后家里也要买这种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厨房呢，就是跟前面客厅都是做呼应，因为设计师希望可以把整个空间的感觉都做一致。这个收纳柜很神奇哦，他们有自己帮它加装了一个伸缩的收纳架，它可以这样轻轻的拿下来。那这柜子多了这个东西呢，它就会变成你有2层的收纳空间。放回去的时候，轻轻一推，完全没有阻力的上去了。因为女生可能身高没有像男生这么高，所以拿东西真的是蛮不方便的。你看我这样就根本就拿不到上面的东西。下降就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了。因为讲认真的，这种柜子其实在家里，它东西只能放这样1层。你做2层，你上面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拿不太到。我觉得这个设计蛮聪明的耶。发现这个屋主他不是做明火，他是做 IH 炉。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它是樱花的低稀释除油烟机。它把它做成往下降的，有点像我们去吃那种大埔铁板上，它就直接在面前帮你把油烟吸出去。因为它是 AI 侦测，可以侦测哪一个位置可能预热比较快，哪一边的油烟比较多，它可以去调整它的风量。现在的家电真的是非常的智慧，而且它不只是这边吸，它上面也都会帮你在做吸。厨房外面呢就是一个后阳台，它是拿来放洗衣机跟烘衣机。哎，这边也要盖房子吗？它上面一样也有做晾衣服的吊杆的设计。因为通常啊，洗衣或者家里的阳台应该都没有到非常大，尤其是像台北、新北的区域，但它这边的阳台很大。好，我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厨房出来的浴室。这边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整理好，所以我们先略过这些杂物，该有的都有。还有一个淋浴间。最特别的是，它把柜子全部都藏在镜子后面。想说一个为什么这个位真的知道的，它下面其实有一个洞，上厕所的时候呢，就这样子。等于说它是做一个隐藏式卫生纸盒，那这边也有做很多个收纳柜。发现屋主装了一个热毛巾架，因为在台北真的是偏潮湿，我要是毛巾太湿放浴室完全干不了，这个很棒。接下来我们移动到房间，这边的房间是规划给屋主的儿子男孩房。弟弟房间看出去风景超级好，因为它跟客厅是同一面的。弟弟应该是还在念书。那设计师呢，他们有做一个收纳柜。通常家里的床头柜可能都是这样子打开的设计。屋主觉得说这样打开东西不好拿，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柜子做另外一个方式做收纳。你们看，直接拉出来，它是可以滑动的哦。我觉得很适合放那个讲义，快给我念书，而且这样收取东西又特别方便，这超级聪明的设计。好可爱哦，真的很像一个小推车，很像空服员的餐车。这收纳空间真的超级多，我也好想要这个房间啊。然后还有做一个衣柜，小衣柜给弟弟。那这些小柜子呢，就可以放内裤、袜子或是贴身衣物。还有一个小杆子，可以放短裤啊，或者是长裤。也做一个镜子给弟弟哦。我觉得把镜子放在门板的后面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要念书，所以会有抽屉。熊猫这样，好可爱。很屌，我觉得睡在这边很不错。直接当自己家了。好，我们移动到对面女儿的房间，大小上女儿房间再稍微小一点点，但是设计师设计的空间都是差不多的，只是颜色上女生的房间会再更粉嫩一点。那一样也给她做了很多跟刚才那间房间一样的收纳设计，一样有这个。一个小推车可以推出来，但我发现女生的衣柜比较大一点，女生会衣服比较多，蛮贴心的。女生的衣柜真的大很多，柜子也特别大，女生就是衣服会比较多。好，我躺下来睡睡看。我反而比较喜欢这一间的格局耶，好温馨啊！
最后我们来进到主卧的空间，这个门呢，建商附的颜色是桃木色，但是呢，设计师为了让整个家的色调都维持一致，所以就很贴心的全部都漆成奶油色。打开，我们进到主卧。那这个就是建商附的桃木色的门，这个衣柜原本是要做到这个位置，可是会视觉上感觉好像有点压迫，所以设计师很厉害啊。一般人都会有一些污衣区，或者是衣服只穿了1-2次就把它丢到一个椅子，好像有穿过又好像没穿过了。所以呢，他做了这个设计啊，我们就可以把还很干净的衣服把它吊起来，放在这个位置。真的每个人家都需要这个，放这边也很漂亮哎。主卧的采光跟刚才南海房的采光是一样，非常的亮，视野也非常的好。这个主卧呢，虽然没有到非常的大，可是因为房内的温暖的色系啊，再加上外面的采光，所以其实视觉上我觉得有一种很开阔、很明亮的感觉。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主卧的这一面墙啊，其实它的设计的风格都是跟刚才客厅的电视墙是一样的，镀金属那个部分是跟电视墙做呼应，这个特殊漆呢是跟餐厅做呼应。屋主有2面大衣柜。这个衣柜是每个女生都很向往的吧？我真的看到这个衣柜，整个爱死了。这个我到底可以放多少衣服啊？衣柜这么大，我应该会狂买，想要把它塞满。这边设计师有做一个很特别的小巧思，因为我们这边呢，如果放一个床头柜的话，那柜子就打不开了，所以呢，他特地把这边的柜子做一个镂空的设计，睡觉前就可以把手机或是一些想要看的书籍放在旁边，就等于多了一个收纳的空间。然后这边一样呼应了家里圆弧的设计，打开，这边蛮适合放书的，睡前可能看个书。这个灯很特别，我们把它打开可以调整，所以就可以当看书的阅读灯，还可以这样调角度，而且也不会干扰到隔壁在睡觉的另一半。那不需要用的时候就轻轻的把它收起来。这边还有放2个插座，这可以充手机。那这整个带出来的风格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轻奢风，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呢，做出很有质感的设计。这边还有很多衣柜，超大的。那这个小抽屉可以放一些领带呀，或者是内衣裤，因为它的比较浅。那虽然是小坪数，但是呢，它的收纳空间其实都做蛮足的，所以东西多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放。最后呢，我们来到梳妆台。因为其实风水上会希望镜子不要对着床比较好，所以设计师呢，他非常聪明的把镜子藏在这一个门板里面，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所以女生一样可以在这边开灯、化妆，右边可以放保养品、化妆品或者一些面膜啊等等的，还有一个漂亮的灯条，无缝的藏在这个柜子上面。所以说，如果晚上或者是下午担心采光不够，我们开这个灯，还是一样可以化妆。那这个直接关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纳，不用台面到处都是东西。那这边还有预留一些插座的孔，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吹头发，或者女生可能会需要用电棒卷或者是离子夹。到主卧的浴室，这个是建商附的，浴室有这一个开窗的设计。我刚刚看它镜子可以这样打开。那设计师呢有帮屋主做一个全热交换，那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来看。回来看这个房间的孔，因为其实冷气的原理呢，就是室内冷空气做循环，它不能把外面新鲜或者是干净的空气带进来，所以大家可能一整天在室内吹冷气待久会觉得昏昏欲睡，那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变高了。那热交换的出现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它可以帮你把外面的新鲜空气带进来，把室内的二氧化碳排出去，所以就可以在不用开窗的前提下呢，在冷气房里面也会有新鲜空气的循环。它这边有做全热交换之外，还有做全部的房间的除湿，很赞耶，这样就不用买除湿机了。好呢，以上呢就是我开箱朋友家的新家影片。其实我自己也不是说非常的了解装潢设计啊，或者是不动产什么的，我只能用我有限的知识来跟大家做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很向往可以住在这种全新又是漂亮装潢的房子里。这个是我第1支，我希望我开箱第100支可以是我自己的家。加油加油加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